這是樂高第一輛具有千斤頂舉升功能的科技組跑車42224保時捷911 GT3， 也是将在26年1月1號正式發布的最新套裝。而在其他功能方面，比如轉向與方向盤聯動、行駛與發動機聯動、車門開合，還有獨立懸架等等這些功能設計呢，在這款新品上也是全部做到了標配。雖然模型比例只有1:12，但相對於更大比例的42096和42056兩款保时捷前輩，這款全新的42224顯然具有更完整而饱滿的外觀還原。在功能方面，也只比42056少了一個變速箱，但多了一個千斤頂。所以通過本期視頻呢，我們就來詳細的看一下它的設計原理和具體表現。先看包裝，彩禾峰會是一個賽道場景圖，另外還可以分別看到保時捷以及 AO Racing 車隊的 logo。彩禾背面除了後側方視角圖以外，還通過圖示展示了旋钮轉向以及千斤頂升降的功能。拼搭手冊1本，厚度適中。雖然是雙 IP 合作套裝，但是仍然沒有做開篇彩圖，而只是在手冊的末尾放了一個圓形對比。另外把彩禾背面的圖片呢拿來再用一次。總部數一共是有474部，布均2.77片零件，屬於非常細緻的分布設計。1313片零件一共是分成了10個零件分包，9個大步驟，平均每個大步驟也是只有146片零件，所以分包也是非常的細緻。不過之前不少玩家吐槽的這款套裝在貼紙方面呢，確實是有像這樣的2大張。在新零件方面，首先是編號為7656和7658的3×9梯形弧面科技面板，另外還有一枚編號為7688的橢圓形零件，在這輛車上是用於兩側車燈的搭建。那除了新零件以外，套裝中還包括一枚輪眉印刷件，在這裡是用於車尾的外觀搭建。下面來看一下內部設計。後懸架採用了雙叉臂獨立懸架，設計師在左右兩側各使用了一枚小號硬避震，測試下來回彈力度適中。在動力方面，懸架中間的差速器通過一枚20尺齒輪連接車尾的6缸水平對置發動機。這裡可以看到千斤頂相關的複合連桿機構，具體的是通過側面的旋鈕或者中間的擋桿驅動輸入連桿，然後帶動前後各一組支撐連桿，實現對車體的舉升。值得注意的是，當舉升到位以後，驅動機構呢會恰好越過其機械死點，利用死點位置的自鎖特性，實現對車體的穩定支撐。那這裡呢也是全車在功能設計方面最精彩的地方。這裡可以看到手動轉向動力從車尾方向斜向向下傳輸，在下面這裡經過一枚萬向節，然後繼續向前。前懸架同樣是獨立懸架，設計師在左右兩側各設置了一枚小號硬避震，測試下來回彈力度適中。轉向結構方面，轉向動力通過一組20:12的齒輪組以後，然後向前驅動前面的轉向齒輪齒條，實現車輛的轉向。另外，方向盤聯動呢是通過這裡的3枚16尺齒輪實現。那因為齒輪組設計的原因，在兩側車輪完全回正的情況下，方向盤並不能做到完全的回正。不過，因為整個聯動結構存在礦量，所以基本上呢也是看不出來的。那麼到這裡可以看到整個底盤就拼完了。首先可以感受到這個底盤主體確實是非常的結實，所有的功能測試下來基本都沒有問題。不過後懸架避震在受到壓力以後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形。來到外觀搭建部分，非常明顯的感受呢是这個貼紙工作量確實是比較大的。不過角度創建也是非常的精彩，比如這裡可以看到整個車頂並不是完全水平的狀態，而是做了一個非常細微的斜度。進一步的，從車頂延續下來的後蓋曲線，設計師在這裡也是做了一個角度創建。所以我們在最終成品外觀上可以看到的非常順暢的車頂一直延續到後蓋模塊的這一段曲線呢，它的背後就是設計師在這裡做的2段角度創建。車尾兩側各有2片鰭片，這裡採用的是單點固定外加零件約束的方式，也是一種比較靈活的角度創建方法。這裡是車頭兩側的角度創建，可以看到2段曲線過渡呢也是非常的自然。那麼這輛保時捷911 GT3 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5-6個小時，最終的成品長度是39厘米，
相對於4.57米的圓形車長，它的精確比例呢是1:11.7。在外觀方面，得益於這幾年越來越豐富的科技面板以及科技面板逐漸小型化的趨勢，可以看到最終的成品呢確實是非常的飽滿，幾乎沒有什麼鏤空的破面。那這輛保時捷的原型呢是 AO Racing 車隊的一款 Rexy 霸王龍主題塗裝的賽車。整個前臉就是一個巨大的恐龍大嘴，個性鮮明，可以說是絕對的過目不忘。在車身兩側，包括逐漸內收的車門角度、下面的側裙、車門後方的進風通道，甚至還有裡面的2片鰭片，設計師在這裡呢都是做到了還原。車尾的貫穿式尾燈，設計師通過軟軸進行了搭建，而輪眉零件在車尾的應用也是非常的巧妙，恰到好處地創造出了這種大圓弧的車尾特徵。另外，包括中間的排氣口，還有下面的擴散器呢，也都是做到了搭建。所以在外觀方面，作為小比例跑車，這輛42224毫無疑問是一個滿分的水平。並且我們也可以看到，除了車頭兩側、車燈以及後視鏡等局部位置，設計師使用了一些磚塊類零件。那整輛車子從整體來看呢，幾乎都還是使用了科技組零件進行搭建的。所以这也讓最終的成品展示出了非常優秀的牢固度。在我們的整個測試過程中，除了偶爾碰到前擋這裡的雨刮器會不小心把零件弄掉，那整個車子幾乎沒有容易脫落的零件或者模塊。在功能方面，首先前蓋可以打開，打開以後呢，裡面還有一個支撐桿，不過其實不用支撐桿呢也是掉不下來的。兩側車門開合。可以看到，設計師在裡面做了一個連桿機構，並且通過一枚凸力對車門開合的最大角度進行了限制。前後懸架回彈，那功能測試下來基本都是正常的。不過前懸架的回彈表現呢，似乎有一點支撐力不夠的感覺。後懸架是沒有問題的。轉向與方向盤聯動，包括轉向旋鈕聯動，測試下來都沒有問題。在行駛的過程中，發動機也可以做到正常聯動，不過在外觀上是看不到的。最後就是最核心的千斤頂舉升功能，可以看到，不管是通過旋鈕，還是通過直接操作中央扶手箱上的擋桿，都可以正常的把整個車子給升起來。在升起來以後的支撐性呢，也是完全沒有問題。好啦，那麼這款套裝的整體情況就是這樣。我們也相信這款套裝在後面呢，一定會有玩家把它改造成動態版，因為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適合下地遙控把玩的比例，也確實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做到了完美。不過因為貼紙非常多，所以最好是準備一把像這樣的鑷子比較好。那咱們就下期見啦，拜拜。